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财富种植园，我是 Harry。今天我们聚焦在另一只高分红 ETF 基金 Cony CONY。很多朋友在看了我关于 Yield Max 高分红的这个 ETF 的 NVDY 的视频后想要把这类 ETF 当作现金流的工具来使用。就像我在践行10%投资法则的视频中所使用的 NVDY 作为永续现金流工具一样，甚至呢，有的朋友呢把 NVDY 当作核心的资产来去持仓。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我使用 NVDY 作为践行10%投资法则的核心持仓，是因为这是我消费总金额的10%，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资金，是我可以丢掉本金的，是属于冒险型的资金。千万不要抄我的作业，千万不要抄我的作业，千万不要抄我的作业。重要的事情说3遍。就像很多朋友担心这类基金的风险一样，这类基金风险非常大。就像我在 TSLY 那期视频中分析的，一旦出现合股分红就相当于减半。今天我主要分析 Cony 这支基金从上市以来的表现情况，后面呢我会用真实的数据来回测它与 NVDY 的表现，大家参考。下面呢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呢，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对这些呢有一些误解。首先就是分红率的误解，因为分红率的计算公式，基金所使用的是最近1个月的分红，他们假设它未来12个月不变，所以你看它1月份的分红是 0.8339 每股，所以 0.8339 乘以12个月就等于 10.0068， 用这个数字除以当前的股价12块4毛5然后乘以100就是 80.38%。 所以当分子不变，分母就是当前的这个股价越低，分红率越高。于是呢，我们就不能只关心分红率，而忽略了基金净值的变化。另外，购买过这类基金的朋友，你一定知道，当基金分红的时候，分红的金额是从基金净值中扣除的。换句话说，如果基金净值不增长，你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分红。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每次分红以后，基金的分红率都莫名其妙的涨了，就是看起来特别的好看。另外呢，就是基金招股书中对基金的投资的目标和运作的底层的逻辑的解释，根据基金的招股书所解释的，就是像我在 NVDY、MSTY 以及 TSLY 都有提及，就是总结来看，基金只有在正股股价大幅上涨的时候才会跑输正股，而在其他的情况下，基金的表现是好于正股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什么情况，目前都是跑输的，只是不同的基金跑输的程度不同。像特斯拉 TSLY 这支 ETF 基金就是大幅跑输的。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其中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基金所使用的 Capped Call Strategy 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呢？这样我们就应该明白，它的表现不仅与正股的走势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呢，与基金经理对正股的走势的判断，所采取的投资的策略对分红和基金净值的表现的影响这里呢，我们只讨论需要现金流的投资者。如果你不需要现金流，你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使用这种工具，因为 Yield Max ETFs 的大部分的基金长期都不能跑赢正股的表现。换句话说，如果你不需要现金流，你直接投资正股就好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手上持有 Coinbase 的股票1000股，2025年1月8日收盘价是260元，股票的价值就是26万。假设你预计 Coinbase 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就是1个月会涨，你会使用 Capped Call Strategy 来创造现金流吗？答案很显然你不会，因为当你卖出 Capped Call 的时候，实际上你选择了卖出 Coinbase， 这本质上是一种看空行为。
所以你既然预测股价会上涨，你不会使用 Capped Call。假设你预计 Coinbase 在未来一段时间它不会上涨，而是下跌或横盘，这个时候你会使用 Capped Call， 因为股价一旦下跌，你依然持有 Coinbase， 同时赚到了期权的权利金，这个权利金就是你想要的现金流。第一种情况是你没有使用 Capped Call， 所以你持有的股票价值的变化呢，就是股票价格本身的变化。不同的是 Coney 基金由于是持续分红，所以它在股价预计上涨的时候也要使用 Capped Call， 不过他们会买入一个行权价更高的 Out of Money 的 Long Call 来获得股价上涨时的潜在的收益。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这个我们后面会说。这就相当于现在你有个老板要求你必须使用 Capped Call。 好的，你现在使用了 Capped Call， 但是由于你判断股价会涨啊，你不想放弃股价上涨带来的潜在收益，这个时候呢，你买一个行权价稍微高于你 Capped Call 行权价的看涨期权。这个时候要是股价如你预期的那样上涨了，你的这张看涨期权将会为你带来收益，就是捕捉到潜在的这种收益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你不得不卖出 Capped Call 的股票，买入看涨期权的股票，相当于持仓的成本变高了，但是获得了一些现金流。第二种情况呢，你使用了 Capped Call， 股价和你预测的一样，在这个时候你赚到了权利金，你持有的股票的价值与股票价格的变化一致，同时你多赚起了权利金，所以你的总回报是大于股价价格变化的。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判断错误，股价上涨了，而且远超过你 Capped Call 的行权价，于是呢，你就不得不卖出股票，所以你的总的收益就是小于股票价格变化的。这个不难理解，因为股票涨上天都和你没有关系了嘛。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继续玩，你就需要重新开仓，这个时候你建仓的成本会比之前的要高。也就是说，当你使用 Capped Call 策略，错误的次数越多，你的持仓的成本越高。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永远跑不赢正股。综合以上两种情况，使用 Capped Call 最好的情况下呢，是正股的股价只要不是大幅度的快速上涨，总的收益是会出现我们想要的那种结果。换句话说，投资者希望基金的净值与正股的价格保持同步，且获取每月的现金流，这也是基金所要追求的。于是我们判断这类基金是否值得投资的一个标准，就是从价格表现的角度要与正股同步。也就是说，如果正股的表现是正收益，基金的净值就不应该出现负收益。换句话说，价格可以跑输，但不想跑输到负收益，否则就会出现分红的钱只不过是从投资者的左手到右手的游戏。也就是说，有分红的钱你就分，没有分红的钱你就不要骗我，就好像是分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分红。好，我们来看一下 Coney 回测的时间呢，是2023年的9月到2024年的12月，也就是从基金上市开始来回测它的表现。Coney 从初始投资的1万变成了6540，从价格回报的角度，年化复合回报率为负的 27.28%。 但是你看到 Coinbase 从初始价格的1万已经变成了31193，年化复合回报率为 134.72%。 再对比 NVDY 从初始的1万变成9408，年化复合它的价格的回报率是
负的 4.48%， 也就是说正股正收益，而基金出现了负收益。 NVDY 勉强可以接受，毕竟它的价格表现跌幅不是特别大。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它分红的情况，对吧？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分红的金额达到多少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呢？大家可以暂停一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的，我们回来我们可以看到 Kony 的分红是12561，弥补上它价格的这个亏损总的回报就是9100。对比正股的 Coinbase 的总收益是21193，你先稍微有个印象。NVDY 的分红呢是8889，那弥补上价格的亏损，它总的回报就是8296。对比正股这个英伟达的，它的总收益17218，就是总的来看 Kony 算上分红后，它的年化复合回报率达到 81.26%， 对比 Coinbase 的 134.72%， 也就是说 Kony 它跑输正股 53.46%。 NVDY 呢算上分红后，它的年化复合回报率呢是 77.05%， 对比英伟达111.93%， 就是 NVDY 跑输正股 34.88%。 从这个角度来看， NVDY 的表现要好于 CONY。 为什么呢？我们选择这种基金，首先我们是想获得现金流，换句话说，从总的回报来说，我们不希望我们总的回报跑输正股太多，否则我们干脆持有正股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买分红型的 ETF 基金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NVDY 跑输正股 34.88%， 好于 Kony 跑输正股的 53.46%。 那问题来了， Kony 到底值不值得投资呢？我认为 Kony 仅适合对数字货币未来发展有信心，但需要现金流的投资者，但是它的净值波动非常大。如果你追求的是稳定的现金流， Kony 可能是个工具。如果你更看重资产增长的这种空间，你直接投资正股会更明智。记住一个简单的逻辑，你需要的是现金流吗？如果是，卖出看涨期权的策略的这类 ETF 基金呢，能给你补贴一些家用。你想要抓住股票飙升的机会吗？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直接买正股吧。 Covered call 可能会让你后悔卖早了。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这类基金，一就是看正股与基金净值的同步性。如果正股涨得欢，可基金的净值呢却天天萎靡不振，大幅跑输，即使分红看上去肥得流油，也要警惕所谓分红是否是左手到右手。第二呢，就是明确分红的来源，如果源于权利金，对吧？期权的权利金，那还好说，但如果通过不断稀释净值来发钱，这种高分红不就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吗？对不对？三，高波动的标的需要专业的操作。 Coinbase 这样的公司，它的波动的幅度是非常惊人的，基金经理的策略的选择与时机的把握，它的难度非常高，也更容易失手。最后，作为投资者，我们一定要谨记，风险管理是第一位，入市需谨慎的。高分红不等于高收益，它背后搭上的牺牲往往是你未来的潜在的涨幅或更多的净值的波动。更多关于这类基金的风险，其实在 TSLY ETF 基金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视频，了解更多的风险。你怎么看这类看似每月送钱的 Covered Call 的基金呢？